这一个是万代正版的真骨雕亚基托，现在全新的一个要600多，而这一个呢是 KO 的修复版，可以看到呢，乍一看还是挺唬人的。现在的竟然只要25一盒，正盗版有着接近30倍的差价，显得这一个 KO 的性价比好高呀。那今天就来看一下做的怎么样吧。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一个 KO 亚基托呢，是一个再版修复版的，也就是说是第3批货。4、5月份的时候，突然清仓降到了30多一盒，很多人就让我去评测一下，因为我之前有过数本嘛，所以说没有去答应。后来降到了20，我也没有去测，但是呢，现在涨到了25，人啊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所以说涨价了，赶快去买了一盒。嚯，好家伙，你别看它只卖25，但是呢，它竟然还给你包了泡泡纸，也是专门定做的这种大小合适的盒子，而且也挺硬的，所以到手呢是八角尖尖，十分的完美。只不过呢，它系数没有做好，导致它这一个盒子不能够合拢。和万代的比呢，就是把这一个真骨雕 HF 还有这个 logo 什么的给抹去了，其他地方就是一样的了。打开盒子，拿出所有的内容物呢，就是一个主体，再加上配件。配件的话是一个头3对手型，再加上一本说明书。对，没错 ，Q 把说明书也给你了。我之所以有正版了还再买一个 KO 呢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不只是因为它现在特别的白菜，25的真骨雕，你用个券之后，甚至有可能20以下，这个价格还有什么适应上？这可是真骨雕哎，虽然说是盗版的，但是看着确实是挺唬人的。然后呢，它就是多一个头嘛，爆发头，就是可以把正版多余的那一个头呢给它换上，这样的话，这个 KO 真的可以说是很唬人，而且也能勉强算是2个形态，对吧？因为这一个 KO 亚基托的造型比较简单嘛，所以说你想做翻车还挺难的。而且你看它这个胯部件还是做的挺流畅的，并没有显得很突兀的断层感。而且腰带的透明零件颜色也是做对了，只不过这头呢依旧是没有救，所以说我只建议那些有万代正版真骨雕亚基托的人去购买，毕竟20多有什么自行车呢？它的重量方面呢有49克，它可以荧光的地方就是浑身的透明零件嘛，首先就是眼睛，然后就是腰带，包括侧面，因为它腰带本身就是整个透明零件，所以说腰带它也是可以顺便还原成透明效果的。胸口呢当然是阉割掉了透明件的。我们都知道老真骨雕有一个设计，就是它腹部呢是可以拉伸出来一截的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2个真骨雕呢都是拉伸到最高。 Q 呢没有阉割这一个关节，可以看到不仅 KO 并没有缩模显得比万代的要矮，而甚至呢还比万代的要高一些，所以它的胯部线条呢和万代一样流畅，没有断层感，只不过它这一个膝盖和胳膊中呢还是有一定的缝隙的，缩模没救。我手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最新的批次嘛，就是再版修复版，它修复的地方也仅仅就是这一个腰带的颜色是修正了，然后就是浑身的关节阻尼感呢是优化了一下，变得很舒服了。应该是比起4年前的出版呢，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重新开模优化，所以说它的头呢依旧是没有任何旧的样子。这2个头呢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一个爆发头是多了这么4瓣尖尖，都是做成这一个特别丑的腊肠嘴，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复眼细节，而且还有2个洞，或者说这2个并不是洞，你看着像洞，实际上是2根桩，所以说你进行任何的填补呢都是没有任何用的，都是救不了这个头，因为它是长在这一个复眼上的桩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这么一条横着的横模线，特别的突兀。最离谱的是，我这2款呢都是右眼里面有大妈的指纹，这大妈的指纹印的好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就是亚基托的复眼细节呢。除了这一个金色的脚和嘴作为一个单独分件之外呢，它身上其他地方的分色就是这么一圈这个银边了，所以说呢这个涂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就是这一个边缘处呢是真的很实。所以说你不看复眼的话，其实这个头也不算太崩。如果说你单独看的话是这样的，但如果说你和万代的放一起看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不是，你是如何把这么一个锐利的嘴巴做成这么一个熊样子的？我请问呢，你的缩模也太离谱了吧！所以我相信，如果说你有万代正版头的话，是不想多看这一个 Q 一眼的。如果说没有万代的正版头的话，那倒是能勉强看一下这个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对吧？如果说你嫌那个万代正版的这个基础形态太贵的话，你也可以买一个3一嘛，3和1形态2手的也是300左右。3和1也是和基础形态一样带这么2个头，然后胸口的话对比万代这一个色泽绝对是可以的，也是够亮，只不过呢这有点中奖，一小块蹭漆，不过倒是无伤大雅的。主要是万代正版这里的胸口宝石呢是用透明件还原的， KO 这里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哑光黑而已。你看这表现效果呢真是差了太多，而且 KO 键还多了莫名其妙的渗线，万代这里是没有渗线的，它做渗线也就算了，它竟然还在这里多涂了2块溢出来了。而且为了还原出这一块透明件嘛，所以说这一整个胸呢都是一个分件，在这个边缘处呢会有这么一点飞边，非常明显的。KO 呢因为没有还原这个透明件嘛，所以说是做成了一体的零件，所以这个胸呢是整个的零件，并不是分件，所以说这里也不会有大缝，也不会有飞边。然后就是肩膀的遮羞关节呢 ，KO 的是不能够插到底的，需要后期自己再扣孔。弱模导致的这个胳膊肘的缝呢倒是不大，可以勉强接受吧，比起其他 KO 要好了不少。它这里你看到有一条缝比较别扭的话，这里就是万代的锅了，因为万代的这一个朝外的这一个缝隙呢也是比较明显的。然后这个小臂的涂装呢也还好，就是我这里也是中奖蹭漆了一块。腰带呢可以看到这是涂装是对了，里面的细节呢它也还原出来，只是做的特别的糊，特别的肉，而且透明件呢也不够通透。所以说呀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而且呢这个黑边呢 KO 是没有涂出来的，银色也是涂的特别淡。可以看到侧面的这个银边呢直接是涂成了半透明的，这下边根本没有涂够，这个里面的细节呢还原出来，这是也是特别差的效果。
后面的银色呢也是只涂了一半。看一下弯带的效果，也就是说它这个银色呢你要给它补满一整圈。然后屁股这里大缝呢，腰带它缩模严重是一方面，弯带它也有脱不了的责任，因为弯带这里是有一条大缝的。KO 呢把这一个问题呢给无限放大了，你需要自己耐心调整一下角度才能显得这个缝小一些，毕竟它也是和弯带一样不能够完全避免这个缝嘛。然后背后呢也没什么复杂涂装，就是一个银边，看着效果也还行。下半身呢除了这个缩模的膝盖缝有些大之外，其他地方我看到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就是它这个逆天的横模线确实是不能接受。比起弯带呢是只有大臂的横模线是开在了正面前面，这个 KO 的哪怕是它的脖子、它的腹部还是它的这一个大腿呢，也都是把这个横模线开在了正面前面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明明你看他膝盖确实是能做到把横模线开在侧面呀，所以这几个地方呢看着是特别的难受的。然后就是大腿的接缝处呢，碎边是很严重的，看起来坑坑洼洼的，很难受，需要自己再打磨一下。你到时候把腿拔了，和这个横模线一起打磨就行。不过这一个 Q 呢，比起弯带双11再版呢有一个优势，就是说呢，它这一个是内部几乎没有消光，就是它这一个弯带的是腿部消光完全不均匀，特别的难受。这个呢 Q 倒是消光是很均匀了。可动方面呢，低头抬头都不大，转动没问题，胳膊的平台呢能够达到120度以上，大风车没问题。就是它的肩膀呢是上下特别的松的，然后就是你想把它合拢的话会回弹，所以说呢你需要把这里的让位呢给切一下。而松的话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就是把这一个左右合的关节呢给粘死，因为你不能粘死的话，它不仅松，而且容易脱出。大臂这里呢有平转关节，曲轴幅度呢能够达到150度左右，然后它这一个小臂装点呢也是可以平转的，手腕呢特别灵活。胸腰部可动的话，拉出来之后幅度是特别大的，这断层感也是很严重。胯部侧踢可以轻松的一字马，胯部的前踢呢能够达到90度以上，后踢也能够达到80度以上，然后大腿根这里平转。屈膝幅度呢能够达到100度左右，脚腕向内幅度很大，向外基本上没有，脚尖可动没问题，两个脚尖也都是可以向下勾地的。一圈把玩下来之后呢，我的感受就是说，除了这个肩胛之外呢，就是它这一个右大臂的平台是略松一点，然后就是腰部可动略松一点，然后就是脚踝可动是上下略松一点，其他地方触感都是特别舒服的。这样就能看得出来，这一个再版修复版的是要比我那一个出版要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了。只不过它这个小腿的重点是比较惨的，可以看到呢是没有涂够。而且它的脚踝这里呢也是致敬了百辉。最后就是配件方面嘛，除了这个替换头之外呢，还有这么一对五指大单拐手，一对炮制手，还有这么一对五指放松手。至于你觉得这一个五指放松手呢比较贵，这也是没办法的，并不是 Q 的问题，因为老的平成皮套演员呢和后面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呢他们手的放松姿势当然也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修复版呢在头部替换这里也有一个优化，就是说呢它这一个是特别紧的。不是说这一个脖子那里紧，而是头里面紧，就说头里面这个球形关节呢，它是拔不出来的，特别的紧。你想替换头的话很麻烦，但是呢，这一个修复版呢，它在这一个替换头里面也是给了你一个球形关节，所以说这样的话你直接替换就行，不用再费半天劲把这个球形关节拔出来了。替换手的时候，我是右手比较丝滑，左手呢需要用点大力金刚指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最新 P4 国产 KO 真骨雕架机头的情况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这个25的券钱价格真的是香到爆了，可惜的是最便宜的20没赶上。有意思的是，22年初出版 KO 是炒到了160，然后正版的二手也要1200。如果说你想要入手的话，我只建议你有正版真骨雕架机头或山一的话才值得入，这样的话把对应的头给他，不然的话真的是不能看。